中秋团圆宴上，我亲手为家人做了一大桌的菜。可在大家围在桌前准备吃饭时，婆婆王桂枝却冷漠地对我说：“你去厨房吃吧，桌子坐不下了。”看着明明能坐下8人的桌，以及婆家众人没一人出来为我说话，我心凉如冰。我嫁进李家2年，一心一意为这个家付出，可在中秋的这个团圆宴上，我却被赶出了餐桌。我平静地拿起一个热包子，转身离开，不打扰你们团圆了。背后传来拍桌和威胁声，我却一步未停。寒风中，包子还热，心却彻底冷了。3天后，当婆婆脸色苍白地出现在我娘家门口时，她说出的话却让我爸妈惊得后退好几步，当场失语：“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”中秋佳节本该是团圆喜乐的日子，却在李家变成了一场难堪的闹剧。我是苏雨晴，嫁入李家已有2年。作为一名医院护士，我工作繁忙，却依然尽心尽力照顾这个家。然而李家人对我的态度却一直冷淡至极，尤其是我的婆婆王桂枝，总是对我挑3拣4。中秋这天，我特意请了假，一大早就赶到婆家帮忙准备家宴。厨房里，婆婆正忙着和面包饺子，看到我进来，脸上没有半点笑意。“来了，把那边的菜洗了。”她头也不抬地吩咐道。“好的，妈。”我礼貌地应答，系上围裙就开始干活。整整一上午，我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洗菜、切菜、擦桌子、拖地，汗水湿透了后背。婆婆虽然年过50，但精力旺盛，指挥若定，对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挑剔几句。“这菜叶怎么还有泥？擦桌子要顺着纹路擦，你这样擦等于没擦。拖把没拧干，地板都是水印。”我默默承受着，心想等丈夫李明回来，情况也许会好一些。李明是个 IT 公司的中层，工作能力不错，就是性格有些优柔寡断，特别是在父母面前。中午12点，家人陆续到齐，公公李大山坐在主位，一脸威严。小姑子李小云带着她的男朋友张强也来了，2人有说有笑。李明最后到家，匆匆向父母问好后，才向我投来一个歉意的眼神。“爸妈，我回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”李明解释道。“没事，反正你媳妇早就来了，干活挺麻利的。”婆婆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。餐桌上很快摆满了菜肴，有我准备的糖醋排骨、清蒸鱼，还有婆婆亲手包的饺子和肉包子。看着丰盛的菜肴，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。“来，开饭了！”公公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都落座了。我正要坐下，婆婆突然说道：“雨晴，你去厨房再拿个汤勺来。”我点点头，转身去了厨房。当我拿着汤勺回来时，却发现我的座位已经被小姑的男朋友占了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所有人都若无其事地开始吃饭，仿佛我不存在一样。“妈，我坐哪里？”我轻声问道。婆婆头也不抬：“人多，你就在厨房吃吧，反正还有些事要收拾。”我愣在原地，手中的汤勺几乎要掉下来。2年来，虽然婆家人对我不冷不热，但像今天这样公然将我排除在家庭聚餐之外，还是第一次。“妈，让雨晴也一起吃吧，她忙了一上午了。”李明终于开口，但声音很小，底气不足。“哎呀，不是没位置吗？”婆婆不耐烦地说。“再说厨房还有事要忙，你媳妇自己都说没关系的，是吧，雨晴？”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但在婆婆咄咄逼人的眼神下，我一时语塞。“哥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
小姑李小云插嘴道：“再说了，嫂子作为医院护士，肯定讲究卫生，不会跟我们挤在一起吃的。”这话明里暗里都在嘲讽我自视清高。我看向李明，希望他能为我说话，但他只是低头扒饭，眼神游移。大过节的，就别闹别扭了。公公发话了：“雨晴，你就去厨房吃吧，还能照顾一下锅里的菜。”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再看看自己孤零零站在一旁的尴尬处境，一股委屈和愤怒涌上心头。我平静地走到桌边，拿起一个还热乎的肉包子，淡淡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各位团聚了。这个包子我带走，回我自己家去。”这话一出，餐桌上瞬间安静下来。你什么意思？大过节的闹什么脾气？婆婆立刻变了脸色。我没闹脾气，我只是不想打扰你们。我看着李明，既然我连一家人一起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那我还是回自己家比较好。雨晴，别这样！李明急忙站起来，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你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别想再踏进这个家门。公公突然拍桌子，脸色阴沉。面对公公的威胁，我不卑不亢：“爸，我尊重您是长辈，但请您也尊重我是这个家的一员。如果连一起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那我确实不适合留在这里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桌震惊的李家人。走出家门，寒风刺骨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手里的肉包子还热乎着，但我的心却冰凉一片。走出李家的大门，我不知不觉向娘家的方向走去。天气微凉，手中的包子早已冷了，但我却舍不得扔掉，这是我在李家尊严的象征。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，是李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：“雨晴，你在哪？快回来吧，爸妈他们。”李明的语气带着焦急和无奈。我不回去。我打断他：“李明，2年了，我忍受了太多，今天这样当众羞辱我，你却站在一旁不吭声，你让我怎么回去？”我也很为难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知道我爸妈的脾气，所以你选择牺牲我的尊严来维持表面和平。”我苦笑道：“李明，作为丈夫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”雨晴，别这样说，你先回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不用谈了，我现在要回娘家。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丈夫，还是永远做父母言听计从的乖儿子？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走到半路，我又接到了婆婆的电话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接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大过节的搞什么离家出走？赶紧回来！婆婆的声音中满是不满。妈，我没有离家出走，我只是回自己父母家过节。我尽量保持冷静。你嫁到李家，李家就是你的家，你爸妈家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婆婆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这样做是给我们李家丢脸。这番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。妈，我嫁给李明，不是嫁给整个李家做牛做马的。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，那这个家我宁愿不要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李家待你不薄。我挂断了电话，不愿再听这些指责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加快脚步向娘家走去。当我出现在父母家门口时，他们正准备开饭，看到我独自一人出现，手里还拿着个冷掉的包子，母亲林芳立刻迎了上来：“雨晴，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”她担忧地问道。看到熟悉的面孔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决堤而出。妈！父亲苏建国立刻放下筷子，走了过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李家那边怎么了？我将在李家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。听完后，父亲气得脸色铁青，
母亲则紧紧抱住我，太过分了，把自己的儿媳妇赶到厨房吃饭，这成何体统？父亲怒道：“爸，别生气。”我擦干眼泪，我也不想破坏大家的节日气氛，但我真的受够了。母亲握住我的手：“雨晴，你做得对，忍让是有限度的，尊严不能丢。”父亲深吸一口气，平复情绪：“来，先吃饭，有什么事吃完再说。”坐在熟悉的餐桌前，看着父母关切的眼神，我感到一阵温暖。这里没有明争暗斗，没有尔虞我诈，只有真诚的关爱。饭桌上，父亲突然问道：“雨晴，你知道为什么李家人对你有这么大的敌意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我也想不通。刚结婚那会儿还好，这2年来，特别是婆婆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。我已经尽力做好一个儿媳了，是不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孩子？母亲小心翼翼地问。不是的，妈，李明工作忙，我们商量好再等2年要孩子。婆婆虽然偶尔会提，但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求。父亲若有所思，会不会是其他原因，比如经济方面？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。确实，李家虽然看起来体面，但近2年来经济状况似乎不太理想。公公退休金不高，婆婆没有工作，小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李明，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。我犹豫地说，李明经常会给父母钱，有时候数额还不小，但这是他的孝心，我从来没有反对过。钱的问题最容易引发矛盾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，尤其是在婆媳关系中，也许你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李家的经济状况。母亲插话道，还有一点，雨晴，你嫁过去2年，有没有发现李家人在对待你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比如避开你谈论某些话题。我回想了一下，确实有。每当我靠近时，他们就会突然停止交谈，或者转换话题。我一直以为是他们不愿意让我这个外人参与家事。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母亲轻声说，雨晴，也许李家有些秘密，而你被视为威胁。这个想法让我心头一震，李家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会将我视为威胁？这些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，让我更加困惑。不管怎样，你先在家休息几天，冷静一下。父亲拍拍我的肩膀，有些事需要时间和智慧去解决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李明的电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雨晴，我在你家楼下，能出来见一面吗？李明的声音带着恳求。我走下楼，看到李明站在路灯下，神情憔悴。看到我出来，他快步迎上来，却在看到我冷淡的表情后停住了脚步。雨晴，对不起，他低声说道，今天的事我处理得不好。不好，我冷笑一声。李明，你连为自己的妻子说一句公道话都做不到，你觉得只是不好就能概括的吗？他窘迫地低下头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应该坚持让你和我们一起吃饭。不是应该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。我打断他，而是我本来就应该和你们一起吃饭，这是最基本的尊重。夜色渐深，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李明站在那里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不知所措。我真的很抱歉。他再次道歉。我会和爸妈好好谈谈，让他们向你道歉。你回家吧，好吗？回家。我摇摇头。李明，我现在就在家，这里是我的娘家，是我感到安全和受尊重的地方。雨晴，李明，我需要时间冷静思考。我直视他的眼睛。这2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融入你们家，但换来的却是冷眼和轻视。
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我知道继续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声音中带着恐惧。你不会是要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坦诚地说。但在弄清楚李家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敌意之前，我不会回去。李明急了。什么敌意？雨晴，你想太多了。我爸妈就是那种传统的老人，对儿媳妇要求严格点很正常，正常到连一起吃饭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反问道：李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为什么你父母对我的态度会这么差？他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，欲言又止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那就请你回去告诉你父母，我会在娘家住几天，等我想通了，或者他们愿意向我道歉了，我再考虑回去。我坚定地说道。雨晴，别这样。李明，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就应该明白我的感受。今天的事只是导火索，问题的根源在于你父母对我莫名的敌意和你的优柔寡断。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，我不会回去。说完，我转身上楼，留下李明一人站在夜色中。回到家，父母没有多问，只是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那晚，我躺在自己的老房间里，翻来覆转，无法入睡。我开始回想这2年来在李家的点点滴滴，试图找出婆家对我敌意的原因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医院同事王护士长的电话。雨晴，有个情况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王护士长的声音很严肃。昨天你婆婆来医院了。我心头一震。她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不是，她来查你的档案。王护士长解释道。她自称是你的亲属，想了解你的工作情况，但我觉得不对劲，没有给她任何信息。这个消息让我感到莫名其妙。婆婆为什么要查我的档案？她到底想知道什么？谢谢您告诉我这些。我真诚地说。不知道她具体问了什么。她问你的排班情况、工资待遇，还有你平时是否经常接触某些特定的病人。特定的病人什么意思？她问你是否接触过有精神疾病或者传染病的病人。王护士长的话让我更加困惑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什么都没告诉他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床边，思绪万千。婆婆为什么对我的工作如此关注？为什么特别询问那些病人？难道她认为我会把病菌带回家，还是她怀疑我有什么问题？雨晴，吃早饭了。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餐桌上，我把婆婆去医院查我档案的事告诉了父母。太奇怪了，母亲皱眉道，这不是正常婆婆会做的事。父亲放下筷子，神色凝重。雨晴，你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许你该从李明那里入手，他是连接你和李家的桥梁。可是爸，李明什么都不肯说。那就从其他渠道了解，父亲建议道，比如他的朋友，或者你小姑子。她虽然看起来不太友好，但作为李家的女儿，她可能知道很多内情。母亲补充道，还有，你可以查一查李家的经济状况，现在很多家庭矛盾都源于经济问题。我点点头，决定采纳父母的建议，主动出击，而不是被动等待。当天下午，我意外接到了小姑李小云的电话。嫂子，你在哪？她的语气出奇的友好。我在娘家。我谨慎地回答。能见一面吗？就我们2个人。小姑的请求让我有些意外。我犹豫了一下。可以，但为什么突然想见我？有些事情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她压低声音。关于我爸妈为什么对你，你知道的。这个回答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好，在哪里见面？我们约在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。当我到达时，
小姑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等待，她看起来有些紧张，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咖啡杯。谢谢你愿意来，她勉强笑了笑。昨天的事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不该那样说话。这个道歉出乎我的意料。我点点头表示接受。你说有事要告诉我。小姑深吸一口气，嫂子，你知道我哥以前的事吗？就是他大学时期的事。我摇摇头，李明很少提起他的过去。怎么了？那就对了。小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爸妈之所以对你有敌意，是因为……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小姑看了一眼，脸色立刻变得苍白。是我妈。她接起电话，只说了几句就挂断了，然后匆忙站起身。对不起，嫂子，我得走了，我妈找我有急事。等等，我拉住她，你还没说完呢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小姑子看起来十分纠结，最后快速在纸巾上写下几个字，塞到我手里，随后说：这个人，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，记住，别告诉任何人是我告诉你的。说完，他匆匆离去，只留下我一人在咖啡馆里。我打开纸巾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：陈美琳。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完全陌生。他是谁？和李明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小姑认为他能揭开李家对我敌意的谜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开始了我的调查。通过社交媒体搜索，我找到了一个可能符合的陈美琳。她和李明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，现在是一名中学教师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在李明的大学同学群相册中发现了李明和这个陈美琳的合影。照片中，两人站得很近，笑容灿烂，看起来关系非同一般。难道她是李明的前女友？如果是这样，这和李家对我的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在我思索间，李明又打来电话，声音中带着焦急。雨晴，我爸突然病倒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接到李明的电话，我的心情顿时复杂起来。公公病倒了，作为儿媳妇，我理应前去探望，但想到前天的羞辱，又让我踌躇不前。什么情况？严重吗？我尽量让语气平静。急性胃炎，可能是情绪激动导致的。李明的声音透着疲惫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但他一直念叨着要见你。这个信息让我感到意外。公公要见我，就在前天，他还威胁我再也不要踏入李家的门槛。雨晴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看在我爸病了的份上，能不能？我会去，但不是因为他的威胁或者你的恳求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而是因为我的职业道德和基本人性。挂断电话，我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向父母说明情况后，便前往医院。路上，我不停思考着小姑提到的那个陈美琳，以及她与李家的关系。到达医院，李明在门口等我，他看起来憔悴不堪，眼中满是疲惫和愧疚。谢谢你来了，他轻声说道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跟着他进入病房。里面，公公躺在病床上，面色苍白，婆婆坐在一旁，看到我进来，表情复杂。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走到床前，专业的查看了一下点滴和病历。公公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叹了口气：雨晴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了？爸，都是我的错。李明急忙插话：我应该坚持让雨晴和我们一起吃饭的。婆婆冷哼一声：这孩子也太任性了，大过节的闹这一出，气得你爸妈。李明少有的提高了声音：明明是我们错在先，为什么还要责怪雨晴？这突如其来的强硬态度让我有些惊讶，也让婆婆噤了声。公公虚弱的摆摆手：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雨晴，你回来就好。
这2天家里没你在，乱糟糟的。这话听起来像是示好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爸，我只是来看您的，至于回不回家，要看情况。我平静地说，在弄清楚为什么李家对我有这么大敌意之前，我不打算回去。什么敌意？你这孩子想太多了。婆婆立刻反驳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为什么您要去医院查我的档案？为什么特别询问我是否接触过精神病患者和传染病人？这个问题一出，病房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婆婆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公公则惊讶地看向她。你胡说什么？婆婆结结巴巴地否认。王护士长亲口告诉我的。我直视她的眼睛。妈，您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婆婆不安地看了公公一眼，然后勉强笑道：没什么，就是关心你的工作环境，怕你在医院受委屈。这明显是在撒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直接摊牌。是因为陈美琳吗？这个名字如同一枚炸弹，在病房里炸开。李明脸色大变，婆婆惊恐地看着我，公公则猛地坐起身，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李明震惊地问道。所以我猜对了。我看着他们惊慌的表情，心中已有了答案。陈美琳和你们家的关系，就是你们对我敌意的根源。病房里一片寂静，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。李明低着头，不敢看我，婆婆则紧张地搓着手。公公咳嗽平息后，脸色更加难看。谁告诉你的？公公沉声问道。这不重要，我避开了问题，不想连累小姑子。重要的是，你们为什么要隐瞒？这2年来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被莫名其妙的敌视和冷落。我有权知道真相。李明终于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愧疚。雨晴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告诉我什么？我追问道。陈美琳到底是谁？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小姑李小云匆匆走了进来。看到我在场，她的表情明显一僵。小云，你来得正好。公公叹了口气。雨晴已经知道陈美琳的事了。小姑子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低声说：爸，我觉得是时候告诉她真相了，这样对谁都好。婆婆突然站起来：不行，这事不能说。妈，隐瞒的越久，问题只会越大。李明坚定地说：我会告诉雨晴一切。我的心跳加速，终于要揭开谜底了。就在李明准备开口时，婆婆突然捂住胸口，面色痛苦。哎呦，我的心脏！所有人的注意力立刻转向她。李明急忙搀扶她坐下，小姑则倒了杯水给她。妈，您没事吧？李明关切地问道。婆婆虚弱地摇摇头，眼神却透着一丝狡黠。老毛病了，一紧张就这样。我看出她是在转移话题，便直接问道：李明，陈美琳是你前女友，对吗？李明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：是的，我们大学时交往过。就这样。我不相信仅仅是一段过去的恋情就能引起李家对我如此大的敌意。不止如此，小姑突然说道，无视婆婆警告的眼神。嫂子，陈美琳和我哥订过婚，而且……小云，婆婆厉声喝止，但小姑充耳不闻。而且她怀过我哥的孩子。小姑一口气说完，但他们最终分手了。孩子也……这个信息如同一记重拳，击中我的心脏。李明曾经订过婚，还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这些他从未向我提起过。我看向李明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不敢直视我的目光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的声音因震惊而颤抖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要隐瞒？因为他怕你知道真相后会离开他。公公突然开口，
就像陈美林当年离开他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感到一丝不安。公公看了李明一眼，然后缓缓说道：陈美林离开是因为她发现李明有遗传性精神疾病。小姑接过话头，无视婆婆激烈的反对。我哥从小就有间歇性的精神异常，医生说这是遗传自我爷爷那边。陈美林怀孕后得知这一情况，害怕孩子会遗传到这种病。她话没说完，婆婆突然站起来，愤怒地打断：够了，这是我们家的私事。但已经晚了。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为什么婆婆要查我的医院档案？为什么他们对我如此防备？甚至为何不让我上桌吃饭？我呆立在原地，心如刀绞，眼前一片模糊，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不得不扶住墙壁才能站稳。所有的碎片突然拼接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完整但令人心碎的画面。雨晴，李明试图靠近我，但我抬手阻止了他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们对我敌意的原因。我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你们害怕我发现李明有精神疾病，害怕我像陈美林一样离开他。婆婆仍在试图挽回局面。雨晴，你别听小云胡说，她够了。我打断她，难怪你们这么防备我，难怪你去医院查我的档案，难怪你们不让我上桌吃饭。你们害怕我这个医护人员发现李明的病情，对吗？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我的话如同一把利剑，刺穿了所有的伪装。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儿子。公公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。精神疾病在社会上仍有很大的歧视，我们不想他再次受伤害。保护，我苦笑一声。通过对我的疏远和冷落，通过在中秋这样的节日羞辱我，这就是你们的保护方式。李明走到我面前，眼中满是愧疚和恐惧。雨晴，对不起，我本该告诉你的，但我害怕你也会像陈美林那样，知道真相后就离开我。看着他痛苦的表情，我的心软了一下，但随即又被愤怒和背叛感所填满。李明，2年了，我们朝夕相处，你却连这么重要的事都不敢告诉我，你对我的信任就这么少吗？不是不信任，他的声音几乎哽咽，是害怕失去你，失去我。我摇摇头。李明，真正会让你失去我的，不是你的病，而是你的谎言和你父母的行为。婆婆激动地站起来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知道真相了，你是不是也要像陈美林那样离开？我直视她的眼睛，妈，我不是陈美林，我是一名护士。我对疾病的理解和包容可能比在座的任何人都多。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坦诚相待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嫂子说得对，小姑子突然插话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对嫂子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早点告诉她真相，让她帮助哥哥，情况可能会好得多。公公沉思片刻，缓缓点头。也许我们真的做错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太害怕失去儿子，太害怕外界的歧视，以至于把保护变成了伤害。李明跪在我面前，抓住我的手。雨晴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隐瞒你任何事。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歧视。我在医院工作中见过太多，作为医护人员，我知道许多精神疾病是可以通过正规治疗得到控制的。但此刻，我更无法接受的是整个家庭对我的欺骗和轻视。我需要时间思考。我轻轻抽回手，这不仅仅是关于你的病情，李明，这是关于信任，关于尊重，关于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。说完，
我转身走出病房，心中的震惊和悲伤如潮水般涌来。回到娘家，我把得知的一切告诉了父母，他们震惊之余，更多的是担忧。雨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母亲轻声问道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疲惫地叹了口气。我不知道，妈，我不是因为李明的病而想离开，相反，作为医护人员，我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和接受这一点。但我无法接受的是，他们一家人对我的隐瞒和轻视。父亲思考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李明一家的做法确实不对，但也许他们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，虽然方式错了。爸，你是说我应该原谅他们？不是简单的原谅，而是理解后的选择。”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如果你还爱李明，如果你认为这段婚姻值得挽救，那么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真心悔改，尊重你的地位。”我点点头，开始认真思考父亲的话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母亲去开门，回来时带着一脸惊讶：“雨晴，是你婆婆来了。”我诧异地抬头，看到婆婆站在门口，神情疲惫而忐忑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她竟然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盒。“雨晴，能和你谈谈吗？”她轻声问道，语气中少了往日的刻薄。我示意她坐下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保温盒。“我给你带了些刚蒸好的包子，知道你从医院回来肯定饿了。”看着冒着热气的包子，我突然想起3天前自己拿着冷掉的包子离开李家的场景，此刻的反差让我心中百感交集。“妈，您不用这样。”“不，我应该这样。”婆婆打断我，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歉意。“雨晴，这2年来我们对你不公平，特别是中秋那天不让你上桌吃饭，那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羞耻的事。”她的坦诚让我有些意外。婆婆继续说道：“我和你公公商量过了，我们想向你道歉。我们太害怕失去儿子，太担心他的病情被发现，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敌意。但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样做只会失去你们2个人。”我看着她略显苍老的脸，看到了真诚的悔意。“妈，我能理解你们的担忧，但理解不代表接受那种对待方式。”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婆婆急忙点头。“我们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小明这2天一直在发脾气，说如果你不回来，他就一个人搬出去住。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做的有多过分。”听到李明为我站出来对抗父母，我心中微微触动。婆婆继续说道：“雨晴，你是医护人员，对小明的病一定更有帮助。我们以前总害怕外人知道，所以小明很少去医院正规治疗。但如果有你在身边照顾他，情况可能会好很多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妈，李明的病情具体是什么情况？”婆婆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但还是坦白了。医生说是躁郁症，不算太严重，但需要长期服药控制。这些年来，她靠着药物勉强维持正常生活，但还是会有发作的时候。躁郁症又称双向情感障碍，是一种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良好控制的疾病。作为护士，我对这种疾病有一定了解。那她这2年来有没有发作过？我追问道。婆婆低下头：“有过几次，但都是在你不在家的时候。有一次你夜班，她情绪特别低落，整晚都在哭。我们怕你发现，就说她工作压力大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有几次回家后发现李明眼睛红肿，却得到加班熬夜的解释。想到他一个人默默承受着病痛，还要隐瞒我的心不由得一阵刺痛。雨晴，求你回来吧！”婆婆突然跪了下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小明现在很不好，医生说他的情绪波动太大，可能会加重病情，只有你能帮助他。我和父母赶紧扶起婆婆。妈，您别这样，我不是不回去，我只是需要一些条件，什么条件都行。婆婆急忙说道，只要你能回来。我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。第一，李明必须接受正规治疗，我会陪他一起去最好的精神科。第二，家里不能再有秘密，有什么事必须坦诚相待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，不再是被排挤的外人。婆婆连连点头，这些都没问题。雨晴，我保证从今以后把你当亲女儿看待。看着她真诚悔改的样子，我的心软了下来。或许这次风波后，我们之间真的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06，婆婆走后，我决定回李家一趟。这个决定并非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我明白，精神疾病不是李明的错，而他需要的是理解和专业的帮助，而不是逃避和隐瞒。回到李家，门口站着焦急等待的李明，看到我，他的眼睛一亮，随即又染上一丝不安。雨晴，我回来看看。我平静地说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进入客厅，公公已经出院，正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我，他急忙站起身。雨晴，你回来了。小姑也在场，向我投来鼓励的眼神。整个家庭的氛围与往日截然不同，充满了紧张和期待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小云告诉我真相。我开门见山，如果不是她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家庭隐藏的秘密。小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嫂子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，这对谁都好。雨晴，对不起。李明站在我面前，眼中满是愧疚。我不该隐瞒你，不该让你受到委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李明，我不是因为你的病而感到受伤，而是因为你的不信任。作为夫妻，我们本应该无话不说，共同面对困难。我知道我错了。他低下头，我只是害怕失去你。那你现在还害怕吗？我直视他的眼睛，他抬起头，目光坚定。不怕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应该知道真相。如果你因此想离开我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他的话让我心头一暖，这是我熟悉的李明，勇敢而诚实。我不会离开，我坚定地说，但我有一些条件。我重申了之前对婆婆提出的3个条件，并特别强调了正规治疗的重要性。没问题，李明立刻答应。我已经联系了市里最好的精神科专家，明天就去复诊。公公也点头表态。雨晴，这次的事是我们错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心骨，有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婆婆更是积极表态。对，雨晴，我们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女儿看待，再也不会有中秋节那样的事发生了。看着他们真诚悔改的态度，我的心结渐渐解开。也许这次风波反而是一个契机，让所有人都认清了问题所在。还有一件事我想知道。我转向李明，陈美琳和你的孩子究竟怎么样了？李明脸色一暗，孩子没能保住。陈美琳在得知我的病情后，自己去做了手术，然后就离开了我。她做了引产手术。我惊讶地问。李明点点头，眼中满是往事的伤痛。是的，他说不能冒险生下一个可能有遗传病的孩子。我不怪他，但那段经历对我打击很大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我很遗憾听到这些。但李明，躁郁症虽然有一定的遗传风险，但通过规范治疗和科学的孕前咨询，很多患者也能拥有健康的后代。更何况，
现在的基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。真的吗？李明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是的，我肯定地说。所以，别把疾病当成负担或耻辱，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。这番话似乎给了他莫大的勇气，他紧紧抱住我。谢谢你，雨晴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当晚，我们坐在一起，像真正的一家人那样共进晚餐。这次，没有人被排除在外，没有冷眼相待，只有真诚的交流和温暖的笑容。婆婆特意做了我喜欢的菜，还亲自给我夹菜。雨晴，多吃点。这2天在娘家吃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想着家里的事，胃口不太好。我实话实说，都是我们不好。婆婆愧疚地说，以后不会了，我保证。饭后，我和李明单独聊了很久，他详细告诉了我关于他的病情，从高中开始出现症状，大学期间正式确诊，这些年来靠着药物勉强控制，但由于对社会歧视的恐惧，他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心理治疗。我总是害怕别人知道后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他坦言，特别是在工作中，如果被发现有精神病时，可能会影响我的职业发展。我理解他的担忧，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确实存在，但随着人们认知的提高，这种情况正在改善。而且，你的病情并不严重，只要规范治疗，完全可以过正常生活。有你在身边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他微笑着说，这2年来，每次情绪波动，都是想到你才能平静下来。这句话让我心头一暖。原来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为了他对抗疾病的力量。3天后，我陪李明去了精神科门诊，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，调整了药物方案，并建议定期心理咨询。李先生的情况属于轻中度躁郁症，通过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。医生对我说，作为家属，您的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。我点点头，我是护士，对这方面有一定了解，我会全力配合治疗。医生露出赞许的笑容，有您这样专业又理解的家属，李先生很幸运。走出医院，阳光明媚，李明握着我的手，眼中充满希望。雨晴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拿着那个包子回了娘家，我们可能永远活在谎言和隐瞒中。我笑了，其实我应该谢谢你的父母，正是他们的崩溃，让真相得以揭开。有时候，看似最糟糕的时刻，反而是转机的开始。回到家，公婆的态度比以前温和了许多，婆婆不再对我吹毛求疵，反而处处询问我的意见。公公也常常和我聊天，请教医学方面的知识。小姑更是成了我的好姐妹，经常约我出去逛街聊天。嫂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，小姑子对我说，自从你回来后，我哥的情绪稳定了很多，爸妈也不再整天提心吊胆，这个家终于有了温暖的感觉。我微笑着点头，每个家庭都会有问题，关键是如何面对。隐瞒和逃避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大，坦诚和理解才是解决之道。半年后，李明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在我的建议下，他还参加了一个躁郁症患者互助小组，认识了许多同样勇敢面对疾病的朋友。他不再为自己的病情感到羞耻，反而开始帮助其他患者走出阴影。1年后的中秋节，我们又一次在李家团聚。这次餐桌上多了2位特殊的客人，我的父母。婆婆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公公则频频向我父亲敬酒，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。当我坐在餐桌前，
回想1年前那个拿着包子离开的自己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有时候，看似简单的一个举动，却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。雨晴，李明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没有放弃这个家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微笑着说：“家人之间不需要感谢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学会了坦诚相待，学会了互相尊重。”月光如水，洒在团圆的家人身上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家庭不在于血缘的纽带，而在于心与心的连接；真正的爱不在于完美无缺，而在于包容理解。当年那个拿着包子离开的决定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勇敢；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有时候，只有坚持自己的底线，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；只有直面问题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。这就是我从一个包子和一场家庭风波中学到的人生智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